你相信命运吗？你相信命运是可以改变的吗？一本诞生于400年前的改命奇书，证明万般皆是命，半点不由人的道理，只适用于庸碌的懦夫。书中透露4个改命之法，被多位名人推崇封神。那普通人也能做到吗？新来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，带您了解更多精彩内容。这本书大部分人都没有听过，它是明代思想家袁了凡所著的《了凡四训》。曾国藩看完此书后表示，这本书可作为传家祖训，是子孙必读的智慧之书。近代学者胡适也曾研读此书，他认为通过这本书可以更深刻地了解中国古代思想。当然，这本书不只影响了国人，日本稻盛和夫也正是从这本书中汲取了大量知识，才把管理和经营做得风生水起，并创立青瓷集团和 KDDI 2家世界500强企业。那么袁了凡是怎样一位大神？他所著的《了凡四训》又讲了哪些逆天改命的秘密呢？说起袁了凡，他可以说是明代一位非常博学的伟大思想家。他在佛学、农业、民生、水利、医学、音乐、集合、术数、交运、历史、军事，甚至奇门遁甲等等方面也有很深的研究。这种研究可不是浮于表面，而是研究到可以著书立说的程度。比如在历法方面，他所著的历法新书就涉及了40多种历法，并列出包括求第一东西差、求太阳时辰定分、求日月出入待时所见分秒等在内的150多种求算方法，这在明朝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存在。比如在教育方面，他所著的群书备考，让明朝嘉善地区的教育事业大放异彩，使该地在万历年间竟然出现了29名进士，占明清2个朝代进士总和的1/6。放到现在，绝对是学生必备的高考神书。除此之外，他还编纂了《启四真诠》、《黄都水利考》、评注8代文宗、春秋易历在内的20部著作，共计198卷。这样一位奇人，自然会受到朝廷的重用，并且他在任期间也是政绩斐然，深受老百姓的爱戴。不过袁了凡虽然神奇，但在黑暗的官场上最终还是败退而归。公元1592年，也就是万历20年，当时袁了凡任职兵部直方主事，正赶上日本大举入侵朝鲜。朝鲜不是日本的对手，只能向大明求援。万历当即派遣军队援助朝鲜，而袁了凡也跟随部队跨过鸭绿江抗日援朝。由于在作战中惹怒了提督李如松，袁了凡被穿了小鞋儿，被派去镇守平壤。平壤其实也算朝鲜的一座坚城，但李如松却不派给袁了凡一兵一卒。后来日军突袭攻城，袁了凡只能带领平壤城中的3000残兵殊死搏斗，最终将日军击退。后来李如松兵败，袁了凡上书表示将交应罢兵，矛头直指李如松。然而李如松有朝中势力撑腰，反而诬陷袁了凡10大罪状，最终袁了凡被罢官归家。虽然在官场失意，但也正是如此，才让袁了凡有了大量的时间去著书立说，才有了被誉为逆天改命神书的《了凡四训》。那么《了凡四训》究竟都讲了哪些法门呢？这是世界上唯一真实存在的命运之书，作者成功逆天改命后独家传给儿子的4大秘方。书中到底讲了什么？命运又真的能够改变吗？《了凡四训》其实并非专门编纂的书籍，而是袁了凡写给儿子的4封家书。这本书正是通过对这4封家书的整理编纂而成。这4封家书中最核心的内容有4点，分别为立命之学、改过之法、积善之方和谦德之效。袁了凡相信，只要他的儿子能把这4大核心想明白、想透彻，哪怕他们资质再平庸，也能逆天改命，活出自己的人生。在第1条立命之学中，袁了凡大篇幅中提到了自己的经历。他说自己从小出身于官宦世家，只不过父亲死得早，家族也因此家道中落。后来他在母亲的建议下开始学医，并准备以此安身立命。不过就在他20多岁的时候，他遇到了一位大师，这位大师姓孔，是北宋时期奇才邵雍的弟子，对术相学有很深的研究。这位大师一见袁了凡，就劝说他放弃学医，赶紧去考取功名，因为这才是他命中注定的道路。袁了凡自然不可能相信，然而孔大师很快就推算出了袁了凡身上的一些事情，每一件事都准确无误，这让他彻底相信了孔大师的话。不止如此，孔大师还推算了袁了凡一生的命运，比如哪年中举，哪年做知县，哪年返乡等等。当时孔大师
师经过测算，推算袁了凡寿命为53岁，且命中注定没有儿子。对于孔大师的这番话，袁了凡其实并不完全相信，毕竟还没有发生的事情，怎么可能没有丝毫改变？但神奇的是，袁了凡的命运真的如孔大师的预言一样，就这样按部就班地走了下去。此时，袁了凡彻底相信了命运。原来人的一生都是注定的，命中有时终须有，命中无时莫强求。由于认定自己的命运已经注定，袁了凡着实颓废了一段时间。毕竟自己再怎么努力也没用。不过就在他36岁的时候，一件事改变了袁了凡的一生。当时袁了凡拜访云谷禅师，两人在静室中打坐，竟然一坐就是3天3夜。云谷禅师是得道高僧，6根清净，打坐对他不是难事，但袁了凡能如此，让禅师极为惊讶。袁了凡表示，自己的一生已经被孔大师算准，自然也没有什么可思可想的，所以才能心无杂念静坐下来。听到这里，云谷禅师笑了起来，他表示，所谓命运只能束缚平庸之辈，那些极善和极恶的人又怎么会被命运捆绑呢？要知道，极善之人即便命中注定吃苦，也会因为善行得到福报，从而改变命运；而极恶之人即便命中注定富贵，也会因为做了太多恶事而影响自己的气运，最终导致自己灾祸连连。孔大师所算的只是你平庸之下的命运，你甘愿屈从于命运而不思改变，自然也就只能平庸。但如果你有改变的想法并付诸行动，自然是我命由我不由天了。那么我们要如何行动呢？袁了凡后面3点核心就是在告诉人们改变之法。一个人的命运是注定的吗？我们的人生路真的是提前定好且不可改变的吗？一本400年前的奇书《了凡四训》揭秘命运不可改的真相，其实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。而伟人们成功的秘诀往往在于4点改命之法。书中写了什么呢？其实袁了凡本名袁黄，正是在云谷禅师这里得到了命运的启示，不再执念于注定的命运，这相当于重获新生，因此袁黄才改名为袁了凡。袁了凡此时已经知道命运是可以改变的，未来是可以自己争取的。在佛家的理念中，芸芸众生求功名、求富贵、求子嗣，表面上求的是佛祖菩萨，其实他们求的是自己，因为只有自己对这些事情有更大的渴望，才有可能付诸行动，从而赢得自己想要的东西。而想要赢得这些东西，一般来说有2种方式。第一种是修善，通过广修善行赢得外界的认可，积累自己的福缘，从而获得成功。第2种是为恶，为恶则是超脱道德和法律之外的行为，由于不受束缚和管制，为恶往往可以更快达到目的，但为恶却是一种副作用很大的方法，因为它会让你的运势不断降低，让福缘离你而去，而且最终都无法逃脱报应的惩罚。所以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，首先你要相信命运是可以改变的，你想要的一切都是可以强求的。虽然强求不一定能得到，但不强求一定得不到。而求的方法，改变命运的方法就是修善，这就是了凡四训中的改过之法。那么如何修善呢？这里就要提到积善之方了。想要修善，最核心的地方就是需要一颗善的本心。至于方法，则是因人而异。袁了凡修善的方法是通过记录的方式，他发誓自己要做3000件善事，且不做任何一件恶事。他将自己的善事和一些不好的事情都记录下来，一件不好的事情根据严重程度可以抵消1件或几件善事。当做完这些善事之时，就是命运改变之时。其实不用等到这些善事做完，因为在修善的过程中，命运就已经发生改变。袁了凡的人生成了他观点的最好论证。孔大师推测他没有子嗣，且只能活到53岁，但在修善之后，他不但有了子嗣，还活到了74岁。他认为这就是修善带来的福报，也是改命赢得的福缘。当然，除了修善，人作为一种社会性生物，免不了与人打交道。如果你只修善而不与人交际，你的命运就像一根单行线，自然也没有改变的可能。而与人交际，就必须遵行谦逊和德行，只有用谦逊的态度、良好的品德去与人交往，你才能赢得更多人的青睐，从而在他人的帮助下，将命运向你所求的方向牵引。我们可以想一下，我们身边那些受人尊敬的成功人士，他们是否是修善之人呢？他们是否谦逊有礼呢？命运是否真的存在，我们不得而知。但了凡四训确实能带给人们一些思考。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，走好当下的每一步才是最重要的。看到这里，您有什么想说的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